周三，美联储宣布降息1码。主席鲍威尔谈到说，美联储的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下面我们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对应降息，川普总统他是如何回应的？是否还会继续的降息呢？你好，小天。周三的美联储宣布降息1码，联邦的资金利率呢下调到了3.5%到3.75%，这是美联储的连续3次的降息。那重点还有呢，宣布正式结束量化紧缩，以每个月400美元的额度呢购买短期国债，维持流动性等。那美联储内部的12名投票委员中呢，9人支持此次降息，但有3名成员呢投下了反对票。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和堪萨斯城的联准银行总裁施密德主张按兵不动。相较之下呢，联准会的理事米兰呢则认为应该降息2码，也就是50个基点。美联储呢预测到明年年底呢，美国通膨率放缓呢到了2.4%，官员预期呢2026年只会降1次息，2027年呢还会再降息1次。那川普总统呢周三再次批评主席鲍尔，认为降息幅度呢应该更大。来看他怎么说的。Condi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appear to be gradually cooling, and inflation remains somewhat elevated. In support of our goals, and in light of the balance of risks to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lower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quarter percentage point. We are well positione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and timing of additional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incoming data, the evolving outlook, and the balance of risks. He did I would say a rather small number that could have been doubled, at least doubled. And we have to get a mindset that when a country is doing well, you don't want to kill the growth.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 kill the growth. 另外呢，川普总统周三和惠普、IBM、戴尔等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呢举行了圆桌会议，希望呢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从而呢带动整个美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小天。好的，那么周三呢，美国打击毒品贩运集团呢也有新的进展。美军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扣押了一艘油轮。那么我们请问张亮，这是一艘什么样的油轮？和打击海上毒品走私有关吗？好的，周三下午呢，川普总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刚刚在委内瑞拉海岸呢扣押了一艘大型的油轮，是迄今为止扣押的最大的油轮。随后呢，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发布了美军这次扣押油轮行动的视频。那视频中呢，可以看到一架军用直升机呢在一艘大型船只上空盘旋，美军士兵呢用绳索降落到了甲板上，穿着制服的士兵呢持枪在船上走动。那邦迪表示呢，多年来这艘油轮呢因参与支持外国恐怖组织的非法石油运输网络受到美国制裁。那这次与国土安全部的合作呢，继续开展调查，以阻止呢受制裁的石油的运输。那据悉呢，行动中使用的直升机呢，是从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杰尔斯德的福特号上起飞的。那这艘航母呢，是上个月部署到加勒比海地区的。那另外呢，泰国和柬埔寨呢再次的爆发冲突，也引发了关注。那川普总统表示呢，周四呢将再次和两国领导人通话，推进呢停火进程。来看他怎么说的。I think I'll have to make a phone call. I was going to say that the Thailand and Cambodia, one of the 8 that I settled, they've been fighting for a long time. They've been fighting for a very long time, many, many, many decades. So I think I'm scheduled to speak to them tomorrow and see if I can. It was unfortunate what happened. I mean, I know exactly what happened. It got it started a little bit, but we'll see if we can put it out. 泰国军方呢10号表示袭击了一栋位于两国边境的柬埔寨住宅。那说这次的定点打击行动的目标呢是要摧毁柬埔寨设置在边境的无人机控制中心。另外呢，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呢周三和川普总统呢进行了电话会议，商讨华府为结束乌俄战争所提出的最新的和平方案。那川普总统表示呢，他和这些领导人在通话中的措辞相当强烈，但他呢拒绝透露细节。他还说，多年来乌克兰都没有举行选举，基辅呢正面临严重的贪腐。小天，好的，感谢张亮在华府的报道，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为了亲自到挪威出席典礼，策划了一场宛如间谍电影般的逃离计划，其中还有美军的协助。来看他出逃的惊险过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11日终于抵达挪威，这是他在逃离祖国后时隔11个月首次公开露面。他开心地在饭店阳台向众人挥手，现场民众还唱起了委内瑞拉的国歌。I am very hopeful Venezuela will be free and we will turn a country into a beacon of hope. I believe that our experience in Venezuela conveys to the world a testimony that certainly in order to have peace, you require democracy. Democracy is the system that enables peace in a society. But you cannot have democracy without freedom. 马查多所领导的委内瑞拉反对派在2024年选举中以67%的选票获胜，但马杜罗政府却宣称胜选，并进行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与威胁，迫使马查多从1月9日以来隐匿至今。马查多也在电话录音中道歉，自己无法按时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Once again, I want to thank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for this immense recognition to the fight of our people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We feel very emotional and very honored. 至于典礼现场，则是由马查多的女儿安娜代替母亲领奖。This prize carries profound meaning. It reminds the world that democracy is essential to peace. And more than anything, what we Venezuelans can offer the world is the lesson forged through this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that to have democracy, we must be willing to fight for freedom. 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查多是在周一下午开始他的逃亡行程，当时还隐匿在委内瑞拉首都的一个郊区。他戴着假发便装，经过10个军事检查站，成功没有被逮捕。接着开车大约10个小时来到沿海的渔村，早上搭乘一艘小船，冒险穿过加勒比海，前往古拉索岛。相关团队还表示，船只在出发前就已经通知美军，避免把他们误认为空袭目标。I can confirm that Maria Corina Machado has arrived in Oslo. 马查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是因为他推动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努力实现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联合国人权官员以及许多独立人权组织也纷纷对委内瑞拉的局势表示担忧，并呼吁追究马杜洛镇压异己的责任。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陈灵芝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10号通过了2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预算的规模超过了9000亿美元，包含为军人加薪4%、重振造船业，以及推动金琼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并且要深化和台湾的国防合作。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表决，以赶在年底期限前过关。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各国苛征的对等关税，不仅为美国带来庞大的财政收入，同时带动全球制造业返回美国。不过呢，对等关税到底合不合法？最高法院最快这个星期就会做出判决。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表示说，就算对等关税被判违法，也有其他的办法来课税。美国最高法院最快这个星期就会裁决，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合不合法。美国贸易代表葛利尔10号出席大西洋理事会活动时表示，就算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违法，也还有其他方法。You have a lot of familiarity with Section 301, with obviously I've referred to Section 232.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talking about Section 122, which is a balance of payments power, and the courts have even talked about Section 122. I'm under strict instructions from my general counsel not to reveal the backup plan. I'm confident that with other tools we have related to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we can produce the tariff rates we need. 此外，如果最高法院判决违法，也会牵扯到目前已经征收的1400亿美元关税是否要返还。格里尔表示，这将造成美国财政漏洞，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如此重视。So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he tariff.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And Scott, we can do it other ways, but it's slow and it's cumbersome, and it doesn't have the power. It doesn't ha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power that we have. So I hope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That's all I
川普总统先前表示，如果最高法院推翻关税，美国将承受的损失将高达3亿美元。不过，除了关税收入外，这也将让川普政府所要达到的减少贸易赤字、贸易平衡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愿景受到冲击。新唐人电视林家维、邱春荣综合报道。9月10号，在犹他谷大学暗杀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的嫌犯22岁的泰勒·罗宾逊，周四将首次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加重谋杀罪、开枪致人重伤重罪、妨碍司法等多项罪名。罗宾逊被捕以后曾2次出庭，一次是视频，另一次是通话。如果加重谋杀罪成立，他将面临死刑。查理·科克遇刺以后，全国联邦机构将半旗致哀。10月14号，查理32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他的遗孀艾瑞卡表示原谅杀害她丈夫的年轻人。美国政府持续地强化入境审查，最新发布的新规定要求所有享有免签的国家的旅客要申报过去5年的社交媒体记录。另外，使用另外5种签证的旅客也需要将社媒账号设为公开。白宫最新规定，英国、德国、法国、澳洲和日本等42个享有免签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时，需要完成旅游许可电子系统登记，要求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过去5年的社群媒体历史记录和过去10年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直系亲属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这项政策旨在执行川普先前发布的行政令，加强审查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提案将公开征求公众意见60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宣布成立新的国土安全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由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领导，并获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多个州与地方执法机构的支持。This task force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using 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hrough a unified framework, the HSTFs serve as a model for protecting the homeland from evolving threats presented by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这个特别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涉入毒品走私、洗钱、武器走私、人口贩运及其他联邦犯罪的跨国犯罪组织。检察官介绍了多起相关执法行动，包括逮捕贩毒集团卡特尔的头目，以及起诉涉嫌以欺诈手段协助哈里斯科新生代卡特尔贩毒集团的嫌犯。检察官表示，犯罪率虽下降，但仍远高于理想水平。New Yorkers want public safety. They want our parks, schools, subways, and streets to be both safe places and places that feel safe for our families, our children, and our visitors. 执法官员同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告国土安全特别工作小组在纽约全面启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克里斯汀娜·科罗纳纽约报道。被誉为中国良心的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迫失踪，已经接近8年4个月。2025年国际人权日之际，长期关注他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研究员陈光诚表示，高志胜深知中共的软肋，而且具备挑战体制的能力，因此令中共相当的恐惧。高志胜多年来为法轮功、基督教、访民等群体维权，并公开呼吁停止镇压，因而遭到吊销律师证、秘密绑架、酷刑迫害。2006年，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之后遭到长期监禁。2017年8月，他在陕西老家再次被带走后，至今生死未卜。陈光诚认为，中共一直对高志胜采取秘密关押，暴露了极度恐惧的心理。第一，共产党知道谁是真正看到了中国制度的弊端，谁是真心想要改变中国这个吃人的邪恶制度。第二，谁是真正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思想，能够推动这样的事情往前走。陈光诚认为，无论是智慧还是远见，高志胜都远远超过中共。从智慧的层面来讲，共产党没办法跟这些人比的。可以说，高志胜如果有自由，如果手里有兵，共产党绝对打不过，能不令中共恐惧吗？早在2005年，高志胜就在访民群体中指出，中国要真正改变，必须先改变制度，
而这正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共产党这种邪恶政权一旦失去了暴力机器，一旦让人民有了说话、有了选择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啊。9月1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资深众议院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起高制胜自由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协调战略，以确保被中共和香港当局关押的政治犯获释。陈光诚表示，法案的真正意义是推动美国将来在各个方面，包括与中共做生意，必须考虑人权问题。他期待通过高制胜案的推动，能让西方世界认清并彻底清理共产专制。他呼吁西方社会行动起来。他所危害的绝对不只是中国人，对自由世界、对民主国家都有着非常非常深入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破坏性。新唐人记者洪宁、高玉采访报道。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各国聚焦中国的人权议题。欧盟驻华代表团发布了国际人权日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持续恶化，要求中共必须尊重不遣返原则，避免任何不符合国际法的境外活动，包括跨国镇压。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表国际人权日声明，内文提到，过去1年，我们与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接触仍在持续。新疆局势依然严峻，西藏的人权状况也依然令人担忧。我们再次呼吁中共尊重并保护宗教团体成员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不受干涉，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数10位人员，包括丁元德、高志胜、黄琦、徐娜、萨哈罗夫奖得主伊利哈木土赫提、于文生等，并强调中共必须尊重不遣返原则，并避免任何不符合国际法的域外活动，包括跨国镇压。To immediately stop th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To immediately end the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espionage by the CCP.这份名单中包含人权律师、牧师及多位法轮功修炼者，其中法轮功修炼者丁元德正是丁乐彬的父亲。丁乐彬表示，他的父亲至今仍在山东省监狱遭受强迫劳动、洗脑及酷刑，唯一的原因是他是一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今年丁乐彬再次来到德国柏林中共使馆前表达抗议。Please, sir, go ahead. Thank you. My name is Ding Lebin, and I'm Chinese. 事实上，中共持续对法轮功进行长达26年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歇，触手更延伸到跨国镇压。丁乐彬指出，今年11月28日，他受邀出席在日内瓦举办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活摘器官过程中被中共代表团打断2次，企图阻止。丁乐彬仍成功完成发表。Has called on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tic nations to recogniz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s genocide and to impose sanction on CCP perpetrators. 丁乐彬表示，父亲被非法关押已2年，为了营救父亲，丁乐彬出席国际人权组织，讲述法轮功真相。今年国际人权日，丁乐彬再次与德国前总理肖兹会面，感谢肖兹协助营救父母。11月柏林自由会议期间，丁乐彬也与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讲述法轮功真相。蔡英文表示，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坚守信仰所展现的勇气和坚定，由衷赞赏。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李晶晶综合报道。周四，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中兴通讯因为涉嫌海外行贿，要向美国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赔偿金。一些指控可以追溯到2018年，甚至更早。消息出，中兴通讯的股票暴跌。知情人士透露，中兴通讯可能将向美国政府支付超过10亿美元，以解决多年来为获取电信合约涉嫌海外行贿的指控。今年，美国司法部已对中兴通讯展开调查，指控其涉嫌在南美洲和其他地区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这项法案禁止向外国官员支付款项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以获得商业利益。
罚款金额可能高达20亿美元甚至更多，因为中兴通讯涉嫌从腐败合约中获利。周四，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暴跌逾 13%， 其深圳上市的股票也跌至 10% 的跌停板。当天午间，中兴通讯突然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正与美国司法部就有关事项进行沟通，中共声称将批准任何解决方案。此前，中兴通讯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已因违反出口管制条例向美国当局支付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王艳桥综合报道。从今天开始呢，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第一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将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悉尼的一所私立学校更是宣布说，明年起禁止学校使用智慧型手机。西悉尼地区的大约80所天主教学校以及新南威尔斯州的所有公立学校也开始全面的禁止学生携带手机。那么，澳洲政府和学校为什么要禁止智能手机？对小学生来说，用智能手机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加拿大卑诗大学医学教育教授山人信奇教授，您好，欢迎您。你好，谢谢。您好，那么首先要请问您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这项禁令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用智能手机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主要有2个原因：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恶化、霸凌、自残、自杀风险，还有社群过度使用。然后第2点就是希望把权力还给家长，不要所有的管教都变成爸妈对抗演算法还有跨国科技巨头的一个抗争。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就是说社交媒体啊，它其实已经渗透了人们的生活哈，从大人到小孩，几乎人人都是离不开的。那么在您看来，禁令能够起多大的作用？那么现实当中能不能够禁止得了呢？澳洲的 Communication Minister Annika Wells， 她昨天就已经跟媒体宣布，超过20万的 TikTok 用户已经被摘下来了，所以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那也许对澳洲的整个政府体制而言，他们不可能达到100%的管制，但是基本上可以慢慢的恢复学生，就是16岁以下的幼儿他们的身心健康。让所有的小孩完全不能上网，这并不大可能。但是它拉高了门槛，延后第一次大量接触社群的年龄。以加拿大而言，我们在2019年就看到，超过每4个青少年，他就有一位青少年，他是曾经经历过网络霸凌。然后在安大略省，他发现35%的青少年、高中生，他们每一天使用社群媒体超过5个小时，这是蛮令人担心的。马来西亚他决定明年也跟进澳洲，印尼也正在考虑，欧盟也通过了这样子的说法和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世界上各国政府的一个趋势。我们华人呢都非常的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哈，孩子们是沉迷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家长老师都很发愁。那么请问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小孩？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其实在家里应该要设定很清楚的家庭数位公约。在家里跟小孩子好好的去沟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然后在离线的生活尽量让它变成一个家人跟小孩可以做互动的。大人必须要示范，一定要降低这种双标。如果大人老是在看手机，那对小孩而言，这个示范其实是错误的。那善用科技工具，不要只靠这个科技。长期的要跟学校互动，然后跟学校合作，看看学校是不是有发布一些怎么样去使用
社群网站、健康的数位管理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公告，那在家里也跟着学校一起执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身为父母。好的，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析，谢谢。谢谢你，谢谢。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三世界人权日之际呢，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和10多个受中共迫害的组织，在美国国会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以及在美国本土的跨国镇压，受到国会2党人士和多个团体的支持。本台记者史蒂夫·兰斯采访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辛西亚·孙，来看看他的讲述。辛西亚，欢迎你在国会山集会举办这场活动。你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我认为，在政府经理停摆后，假期来临前，让国会重新重视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时间点。今天也进行了国防授权法案的表决，所以我认为很多事情正汇聚成一股力量，推动人权议题不再被边缘化，而是成为讨论的首选，甚至优先于经济和军事。你怎么看当前中共对宗教迫害的真实状况？我认为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黑洞。我们今天举办这个会议，就是希望能照亮这个黑洞。但中共通过宣传和散播假消息，让这个黑洞越来越深，让人们没办法看清真相。这对于那些只想信仰神、认为信仰无罪的人来说，情况非常严峻。中共甚至连信都不允许做。你们与国会工作人员交谈后，他们有什么反应？非常棒，2党工作人员、国会研究机构的人员、各部门机构的人都来了。看到他们的反应，真的很受鼓舞。我们准备了签名板，上面写着“我们支持中国人权”，结果收到了几十个签名，整块板子签满了各种语言的名字。整个活动非常自由、独立又有创意，让所有人聚在一起，谈论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被当作军事议题或军事目标的附带。如果中共看到这样的集会人数，听到你们传递的讯息，他们一定会看。他们盯着所有敢讲真话的人。他们看到2党议员、各团体的人都来听真相时，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反应？我觉得他们会害怕，而且他们确实应该害怕。就像刚才提到的法轮功保护法，在众议院口头表决中全票通过，在参议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共同提案，所以从国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你知道，一旦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就会自动向前推进，你甚至不需要施加推动。即使中共想阻止骨牌倒下，对很多人来说，事情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们正在清醒，意识到中共的人权迫害至今仍在持续，而不是什么久远的历史。我们听到许多报道，在美国本土，中国异议人士被骚扰，甚至美国公民受到中共特工威胁。这种跨国镇压在美国境内有多真实？谁是主要目标？这非常真实，令人震惊。最近，我们对1000多名美国法轮功学员做了调查，我们准备明年初整理成报告。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发现美国48、9个州不同族裔的人都受到来自中领馆和其他势力的骚扰，有些在工作场所受到压力，有些在社区媒体遭到攻击。这是一个全面渗透的体系和全面的打击行动。这也反映出中共现在有多么胆大妄为。很多人可能没听说，中共甚至在美国本土设立警察站，直到大约1年前才在纽约被查出。这只是其中一处，还有其他地方。美国民众对中共的人权迫害缺少哪些理解？你提到的设立警察站这一点极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有多大。从我看到的文件，中领馆监控侨民3代人，就是说，连我的子女、我的孙子女都会被监控。
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在美国有上千万华裔，他们只想过正常的生活，但中共让他们感到恐惧。例如在洛杉矶，我的一位 FBI 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洛杉矶街头看到一辆中国警车，就像真警车一样开在路上。这类事情必须制止，因为中共在把美国当成他们的自由地盘。不只是美国，也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如韩国、其他地区、台湾，甚至以色列，中共都在慢慢渗透。谢谢亚孙，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好的，在广告过后，我们将带您看到中俄军演以后，美日联合演习，出动 B-52轰炸机。很快又到2026年了，祝福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可以守护自己以及家人。也祝福我们自己的国家平安繁荣，台家关系有新的实质进展。Happy New Year to the fans of NTD TV and wish Taiwan and Canada a very prosperous year of 2026. 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 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